5年亏了395亿，这不是一个企业的意外，这是一个时代的断裂。谁能想象，曾经坐拥全球最多机场、年吞吐量2.4亿的航空帝国首都机场集团，如今已经连续5年巨亏。2025年第一季度再次亏损9.16亿元，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这不只是某家公司的亏损，而是整个民航体系正在面对的深层危机。经济复苏，民航回暖，客流回潮，表象之下，核心资产却像沉船一样正在下沉。疫情之后，民航整体复苏加速。2024年，全国机场旅客吞吐量达 14.6 亿人次，恢复至2019年的 117%， 利润总额更是在年中扭亏为盈，达到了历史新高的325亿元。航司欢呼回暖，机场却开始分化，小机场快速回血，大机场强势反弹，唯独首都机场集团还在连年大出血。2020年亏损 80.22 亿，2021年亏 67.76 亿，2022年更夸张，直接亏掉 124.13 亿，2023年亏 67.9 亿，2024年再亏 55.28 亿，5年合计亏损395亿元，数字残酷的像一纸审判书，连他自己都不敢再粉饰太平。更讽刺的是，2019年他还是民航系统第2赚钱的机场集团，仅次于上海机场集团，净利润高达 59.25 亿元。5年之间，从利润巅峰跌进亏损深渊，速度之快，落差之大，让人难以置信。而它的体量注定了这场溃败不可能是默默发生的。2024年，首都机场集团旗下旅客吞吐量 2.41 亿，占全国总量的 16.5%， 货邮吞吐量 237.5 万吨，占全国的 11.8%。管理的34所机场遍布北京、天津、河北、吉林、江西、黑龙江，是全国最大、全球范围内也是机场数量最多的机场集团。它不仅是一家机场运营商，更是一个跨界巨头。它的业务横跨机场运营、航空保障、商业地产、临空产业，甚至金融、证券、担保、财务公司，无所不包。一度，它被称为机场界的华润交通版的国资航母。可如今，这艘航母正在进水、倾斜、摇摇欲坠。要理解为什么如此庞大的集团会陷入泥潭，需要回头看看它到底扛着多少沉重的负担。首先是大到夸张的工程项目，仅北京大兴机场投资就高达800亿元。即使机场早已建成投运，但留下的债务和年年递增的折旧成本，仍像枷锁一样锁住利润的可能。天津滨海3期改扩建投资 188.6 亿元，南昌昌北3期 266.3 亿元，长春龙嘉 256.2 亿元，哈尔滨太平2期 96.6 亿元，仅这几项工程，投资总额就接近1600亿元。如果加上更多中小型项目，整体投资规模远超1000亿。而这些资金绝大部分并非来自财政拨款，而是集团自筹、银行贷款、发债而来。2024年，首都机场集团的财务费用高达 14.7 亿元，相当于每天光为贷款利息就要烧掉400万元。这还没算折旧。截至2024年底，首都机场集团固定资产总额高达 895.8 亿元，累计折旧 635.8 亿元，每年的折旧成本高得触目惊心。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账面消耗，却是企业利润的直接刽子手。哪怕客流增长、收入提升，只要这笔固定资产不动，每年的成本就注定压得集团无法翻身。更让问题复杂的是，旗下的34座机场中，真正有吞吐量支撑的，仅有7座：北京首都、大兴、天津滨海、
哈尔滨太平、长春龙嘉、石家庄正定、南昌昌北。其他机场绝大多数都是年旅客不足300万的小型机场，定位模糊，航线稀缺，收入孱弱。2023年，江西机场集团亏损3.39亿元，天津滨海亏4.9亿元，吉林机场集团亏1.67亿元。这些中小机场几乎年年亏损，少数几年盈利，也只是财政补贴填平的纸面繁荣。但在账本上，他们依旧是首都机场集团的子公司，亏损全都记在母公司的账上。在现行体制下，这种亏损几乎没有扭转的可能。民航系统内部早就知道，地方机场的发展天花板极低，没有大型枢纽定位，没有人口红利，没有政策扶持的情况下，这些中小机场只能沦为象征性存在，它们代表了区域发展愿景，却从未实现盈利逻辑。更复杂的是，这家企业表面上是市场主体，实际上却长期处于政企不分的灰色地带。首都机场集团是2002年组建的全国首个跨省机场集团，至今仍受民航局直属管理。在过去20年中，许多地方处于依靠中央、背靠大树的心态，将机场交给首都机场集团托管或运营。但随着地方政府实力增强，这些机场开始夺权，纷纷脱离集团，回归地方。2016年，重庆机场脱离集团管理，成为重庆市直属企业。2025年1月，内蒙古机场集团也正式解除托管，归属自治区政府。这些动作虽然打着因地制宜的旗号，本质上却是地方为了夺回项目主导权、财政支配权、政策资源而进行的博弈。当一家公司被迫接受各地的亏损机场，还要一边承接高负债扩建项目，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利润流失、账面溃败、内部失血。这种局面之下，任何治理、优化、转型几乎都只是杯水车薪。首都机场集团的5年巨亏，不是简单的效率低下或经营不善，而是整个民航体系在制度、财政、政策多重压力下的真实写照。而最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亏损常态化的现象并未得到根治的迹象。2025年一季度再次亏损 9.16 亿元，说明即便疫情已过，客流恢复，盈利仍遥不可及。机场运营的商业模式正在失效，机场投资的回报逻辑正在崩塌。这背后隐藏的不只是一个企业的危机，而是整个基础设施投资体制的反噬。当大项目变成政绩工程，当债务压顶却无人问责，当投资回报率无人评估，长期效益无人追问，那么再强大的集团也终将被拖入深渊。从表面看，首都机场集团是一家企业，但它的一举一动早已脱离了市场规律。这并不是一个以盈利为唯一目标的商业机构，而更像一个承载着多重职责与政治任务的超级平台。它不仅要对民航局负责，还要为地方政府背锅；不仅要对资本市场展示经营能力，还要对政策需求做出响应。许多地方政府将其当成了提款机和保姆，亏损项目转给他，风险项目推给他，扩建项目指望他。而一旦盈利前景回暖，项目又迅速收回地方名下，实现政绩回流。2025年初，内蒙古机场集团解除托管，回归地方控制，成为最新的自立门户案例。早在2016年，重庆就完成了类似操作。从这些变化中不难发现，首都机场集团曾一度凭借权威地位吸纳了全国多个落后地区的机场资源。然而，随着这些地方逐渐具备自主运营能力，集团反而成了历史包袱。被迫接盘的3、4线城市机场，一旦亏损成为常态，其财政缺口直接作用于首都机场集团的利润表。而这些项目本身
又往往缺乏基本的运营逻辑与盈利条件。大量资金被投入进土地、航站楼、跑道，却没有足够的航线、旅客和货运来填补支出。原本以为是资产，最后成了债务。更深层的问题还在于整个机场投资思维的路径依赖。在过去10年，建机场几乎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争取资金、塑造形象的万能钥匙。大项目、大场面、大宣传，仿佛能一夜之间带来现代化、国际化、战略化的荣光。但现实却证明，多数机场一开门就是亏损，年复一年烧钱，最后变成财政无底洞。根据中国民航年鉴数据，截至2024年底，全国通航机场已达260座，还有超过60座机场正在规划或建设中。令人震惊的是，其中超过一半年吞吐量不超过300万人次。按现有标准计算，这类机场根本不具备独立运营能力，需要每年依靠政府补贴才能维持生存。而补贴意味着财政负担，意味着债务转移，意味着地方荣耀变成了国家伤口。在这种背景下，首都机场集团承担的角色越来越扭曲。一方面，它必须以企业标准考核利润和效益；另一方面，它又背负了大量政策性的投资和地方性的服务职能。盈利与否早已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指标，如何完成上级指令，如何稳定地方利益，如何维持行业面子，才是真正的考量尺度。商业与政策混杂，管理与托管混乱，使得这家公司走向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方向。它必须不断扩张，不断吞下更多机场资源，不断举债建设所谓未来航空枢纽，同时承受着银行利息、折旧成本、员工工资和社会舆论的四面围攻。每一个机场落成，都像是往集团背上压下的一块砖，越堆越重，根本没有翻身空间。机场商业盈利模式的受限，更加剧了这种困局。机场本应在航站楼租赁、广告位收入、停车收费、机场快线运营等方面实现盈利多元化，但在中国，大多数相关资源被地方交通集团或城市资产平台所掌控，机场集团反而被边缘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北京首都机场，其快线运营权完全归属北京地铁公司，停车服务则由地方国企管理，真正可由机场集团掌控并变现的核心资源非常有限。航司在复苏中迅速回血，靠的是票价灵活、政府补贴、成本控制，而机场却被严格控制收费，盈利点极少，加上投资支出巨大，结果便是同样的行业复苏下，机场集体吃土，航司高歌猛进。于是出现了一个极为讽刺的现实：乘客排长队，航班爆满，航司盈利创新高，机场却仍在血亏。高峰时段的繁荣掩盖不了账本上的溃烂，客流量的增长只是让亏损更高效的发生。在很多专家眼中，机场亏损并不一定是坏事。基础设施本就具有公共属性，短期盈利并非其终极目标。只要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吸引了投资落地，刺激了城市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活跃，就算账面亏损也未尝不可接受。但问题是，这种亏损换发展的逻辑，如今越来越站不住脚。地方财政已经不堪重负。2024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超过40万亿元，许多地方早已入不敷出。一个3线城市一年财政收入不过100亿，却要背负几十亿机场贷款，这种结构性失衡终究要爆雷。首都机场集团的亏损不仅仅是一张财务报表的问题，更是一个模式失效、体制扭曲、发展路径僵化的警示信号。在过去，它是改革样本，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行业先锋。而如今，它成了庞大系统中最先显现裂缝的地方。不是因为不够强，
而是因为扛得太多，撑得太久。在这种情况下，再讨论如何扭亏为盈已经没有意义。真正需要反思的是，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机制和目标去衡量基础设施建设的价值？机场的存在意义是盈利还是战略？地方在参与机场运营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中央与地方之间是托管、合作还是责任共担？答案没有人愿意明确说出，但首都机场集团用5年395亿的亏损，已经把问题摆在了桌面上。值得警惕的是，这可能不是终点，而只是开始。如果继续沿着政绩驱动、盲目扩张、债务托底的老路走下去，下一个出现巨亏的机场集团不会遥远。而民航系统是否做好了准备去面对一场自上而下的制度重构，至今仍没有答案。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亏损本身，而是没人觉得这是个问题。